嗨，大家好啊！我来德国读研究生的申请过程都是自己搞定的，没有找中介。包括来到德国以后，发现文科类的专业居然要写那么多的论文，我哪会写什么论文啊？当时德语都说不溜。在耶拿大学读研的第一个学期，我硬着头皮写的第一篇15页的德语论文，得亏是老师手下留情，才没让我挂科。到后来毕业论文2.3分，整一个进步的过程，去了解怎么写论文，都是靠自己学的。研究生毕业以后，我不是决定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学习插画嘛？申请的过程，又是靠自己哈。去美院的主页看申请要求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在德国申请插画专业，准确的说是视觉传达专业，要交作品集。我都没有正经的学过画画，哪来的作品集呢？好吧，又得靠自己。虽然开始走了一些弯路，但最后也顺利申请上了布伦瑞克美院。在这一整个自学的过程当中，之所以能取得一个比较符合自己预期的结果，我觉得有一种思维方式帮了我很大的忙，那就是从结果往前推，来确定自己现在该做什么。第一步就是明确你的目标，你到底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就拿到德国读研究生这件事来说吧，最终期待的结果是要有一所德国的公立大学给你发录取通知书，那就从找德国公立大学着手，看看有哪些学校提供你想读的专业。我是2010年来德国的，用的很土的办法，在网上搜索我想读的专业，对外德语加德国大学，它就能出现至少10所的大学推荐，然后就进大学的主页，一个个看他们的申请条件是什么。你真的看得多了，就能得出德国大学域名的规律。比如耶拿大学的主页网址就是 www.uni-jena.de， 哥廷根大学就是 www.uni-göttingen.de。 在国内如果不能看国外的网页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有些小伙伴私信里问我德国某某大学怎么样，申请条件是什么，我都回复他们，你自己去这所大学的主页上去看。他们又推脱说不会德语，你要真去德国大学的主页上看了就知道，所有德国大学的主页都至少有德语和英语2种语言，英语总会吧？再不济把网页上的文字复制到翻译软件里翻成中文。我一直鼓励你们直接和德国的大学联系，有问题就给他们招生办的老师发邮件咨询，英文的也行，他们肯定会回复你的。你找中介，中介也是这样问大学的，中介只是传递信息，他们并不制定规则，所以干嘛要去中介买他们的2手信息呢？你直接去问德国的大学，问那些能决定你留学的事儿能不能成的人，到底是什么情况不就行了吗？再来说说我申请布伦瑞克美院的过程。申请条件还是去布伦瑞克美院的网页上看，他们对作品集的格式、页数、内容有很具体的规定，但是光看这些规定，我对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集还是没有清晰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我对要达到的结果和目的是不够明确的，也导致我第1年准备的作品集不合格。参加布伦瑞克美院的作品集咨询 Mappenberatung 的时候，点评的教授就告诉我，像我这样光画照片的作品集是不行的，作品集得体现你的创造力。德国各个美院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提供作品集咨询，不同专业的时间不一样，由本专业出一个教授点评你的作品。作品集咨询如果有条件一定要参加，因为在德国教授是有决定权的，尤其是艺术专业，作品集就是同一个专业的不同教授来打分，后来的现场考试和面试也是这几个教授来完成，就是他们决定了到底录不录取你，所以他们的意见太重要了。你先去作品集咨询，探探教授的口风嘛，反正参加作品集咨询又不用钱。我知道我第1次准备的作品集不行之后，真的备受打击。不过我还是很快就振作起来，开始重新准备作品集。这时候我就不能像第1次的作品集一样，只靠自己的理解甚至是误解来准备作品集了。我得明确的知道什么样的作品集是好的，还是老办法，上网搜，看看有没有成功上岸的学长学姐愿意分享他们的作品集。还真有这样的网站。你可以看到他们通过的作品集都是什么样的，多看几个作品集就能总结出一些共性。比如作品集会有一个主题，然后从这个主题发散开来做几个不同系列的作品，这些作品得表达你自己的所思所想，可以是对某种艺术风格特别感兴趣，也可以探讨某个社会议题，或者是剖析你自己，简单的展示你的个人生活都行。看完这些作品集，我对自己要准备一个怎么样的作品集，在脑子里就有了一个具体的样貌了。
总结起来还是得从结果出发，一个成功的作品集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先了解清楚，再着手做，才不会走弯路，浪费时间。